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宝宝呢？是好像没有听说有吃过哎，为什么呢？是啊，为什么？那你知道吗？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宝宝呢？面对这个千古难题，也许我们很快就不必纠结了。近日，一项国际研究显示，地球过去10年变暖的速度明显加快，而且超过有记录以来的任何一个10年。也就是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剧，北极的冰川大幅缩减，已经成为濒危物种的北极熊也即将失去最后的家园。另一方面，随着北极冰川的不断消融，围绕北极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早已暗流涌动，人类也即将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再次开辟出全新的航路。有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全球升温约 0.35 摄氏度，而1970年至2015年的平均升温速度仅为每10年略低于 0.2 摄氏度。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全球长期升温幅度将在2030年之前突破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摄氏度限制，而平均气温上升 1.5 摄氏度，也意味着全球约1/3的冰川将出现不可逆的消融。同时，由于气温升高，约150到250万平方公里的永久冻土将会解冻，释放冻土层中的甲烷，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多家气象机构预测，2026到2027年或将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夏季全球气温有望创下历史新高，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攀升。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较常年偏高，大于等于2摄氏度且持续6个月以上的超强气候事件，其对全球气候的扰动远超普通厄尔尼诺。这意味着夏季全球中纬度地区将遭遇频发热浪，亚洲、欧洲、北美等地体感温度大幅上升，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及防灾减灾工作。加上美伊之间战争的不确定性，扼守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被长期封锁，将造成全球的能源危机。近几年来，人们也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气温的变化对生活的影响，不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都经历过40度以上的连续高温。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出现过创纪录的47度高温天气。与夏季高温相对应的是冬季的寒冷，极寒与极热并存，被科学家归结为地球温度调节系统发生了紊乱。而最关键的调节力量就是北极。千百年来，地球通过洋流的循环实现了赤道与极地温差的平衡，而按照现有趋势，北极冰川将大幅减少甚至消失，洋流循环将放缓甚至停滞，赤道热量无法向北极输送，欧洲和北美东海岸地区将遭遇更频繁极端的洪涝冰冻天气，大量动植物将遭遇灭顶之灾。北极的冰川大量融化对大多数国家是灾祸，但也意味着地缘格局重塑的机会。现有地缘航运版图主要是大航海之后确立的，形成了连接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几大主干航线，包括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等关键物流通道，并形成了以新加坡、香港、鹿特丹等为枢纽的港口网络。而这些串联全球贸易的重要航道，也是无数先辈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见证。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麦哲伦，实现环球航线的同一时代开始，人们也在挑战穿越北极的航道。然而，由于北极极端的气候条件所限，只留下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1500年，考特雷尔兄弟受葡萄牙国王派遣，试图开辟通向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却在率领船队前往北极勘测时消失于茫茫的冰原。1596年5月10日，荷兰人巴伦支船长已经接近北极圈，但被风暴困了9个月，最低气温下探到-40摄氏度，船员们3个月没看到太阳。等天气转暖后往回走，巴伦支船长却永久地留下了。后来那片海被命名为巴伦支海。1611年，英国人哈德逊率队出发，因为船员叛变，船长下落不明。1725年，彼得大帝派航海家白令去探险，100多人长眠于北极，其中包括白令。1845年，英国人富兰克林带领128名船员驾驶着新式蒸汽船出发前往北极，从此了无音讯。1897年，瑞典探险家安德鲁和2位同伴乘坐氢气球从瑞典斯瓦尔巴群岛出发，试图直接跨越北极点前往俄国或加拿大。然而出发仅2天后，
气球由于氢气的快速泄漏，坠落在浮冰上。由于衣物装备和准备的不足，参与行动的3名成员被困荒原后全部遇难。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俄国海军需要绕道好望角前往远东，等抵达战场时，胜负早已决定。由于当时北极航线无法开通，从上海到伦敦只能从马六甲海峡穿越赤道后进入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沿着大西洋东岸北上，全程需要2个月。即使后来开通了苏伊士运河，航程也需要4到6周。而根据最新研究显示，北极海冰正以每年超过12%的速度消失，未来10年内北极的夏天就没有冰了。当前海上贸易占据了全球货运的90%以上，而北极航道一旦全面开辟，将重塑全球航运格局。从上海发出的货轮不用走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可以往北走白令海峡，跨越北极到欧洲或者美洲，将大大缩短航程。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平时看的世界地图采用了莫卡托投影，把球形地球强行拉成长方形，越靠近两极面积，距离被拉得越夸张，北极附近的距离被严重放大。真实距离是传统的马六甲加苏伊士运河航线约10700公里，而北极东北航道约7800公里，两者相差接近了2900公里，相当于少走了1/3路程。新的北极航道共有3条，其中第1条航线叫做北方海路，是俄罗斯北极沿岸的航运通道，总长5600公里，贯穿北冰洋巴伦支海至白令海峡，连接俄罗斯、欧洲与远东港口，沿线分布约50个港口。该航道较传统航线大大缩短航程，能为欧亚贸易提供更高效运输通道。2024年货运量就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3800万吨。2025年9月，中国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正式开通。夏秋季从宁波舟山港启程，经北极航道驶往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弗利克斯托港，单程运输时效仅需18天，相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线的40天、非洲好望角的50天以及中欧班列的25天，北方海路的运输效率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第2条航线叫西北航道，从美国东部港口出发，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相比传统的巴拿马运河航线，最长可以缩短9000公里。尤其对那些不能使用巴拿马运河的巨型船只来说，所缩短的航程更为巨大。当然，如果走第3条航线，跨极航道直接跨过北极，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会更近，只是目前还需要重型破冰船帮助这条航道，有望在2030年成为可能。随着大量国际贸易航线的改变，大航海时代兴盛起来的新加坡、苏伊士运河、好望角等地区的作用与战略性地位也会大大降低。与此相对的俄罗斯、挪威、加拿大、丹麦等靠近北极圈中心的无人区，将从地缘政治边缘跃升为主流。白令海峡可能成为21世纪最繁忙的海峡，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座跨海大桥。除了航线重塑利益格局，北极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也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尤其在军事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重新建立了在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活动的第2舰队，并在挪威部署了战略轰炸机，同时动员北约国家加强防务能力。近期，美国也向丹麦施压，提出购买格陵兰岛的计划，并再次向格陵兰岛部署军事人员和物资。俄罗斯也成立了新的极地司令部、新的北极作战旅，沿北冰洋海岸线维修了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深水港，并努力建立防空和海岸导弹系统、早期预警雷达和其他设施。另外，加拿大政府认为西北航道，特别是位于北极群岛的海域，是它的领海，它有权禁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航经那些水域，而美国和欧盟等则认为西北航道是国际海峡，其他国家的船只也有通过该水道的权利。中国虽然不临近北极，但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北极对中国的气候和环境影响巨大，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包括农业、林业、渔业、海洋等领域。北极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关系到中国的重要利益。2004年7月28日，中国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奥尔松组建的北极科考站黄河站，是继南极长城站、中山站2站后的第3座极地科考站。中国也成为第8个在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中国的主要科考项目包括地球生态环境演变考察、近岸海洋环境监测、冰川长期监测的可行性调查和大气化学采样等。其中有一个研究方向很有特色，
相关负责人的说法是，位于南极中山站和位于北极的黄河站都在75度纬度左右，处在地球同一根磁力线的南北两端，因此能在南北两极对极光进行共轭研究。黄河站将日地相互作用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当然，如果你去北极旅行遇到危险，比如被北极熊追赶，可以就近跑入黄河站，不过要千万记住，不要推门，要拉门。所有北极科考站的规矩是不锁门，朝外开门。据说北极熊只会推门，不会拉门。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北极熊的话题。有人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观点，那就是将北极熊送往和北极气候条件类似的南极地区，这样北极熊的生存就有保证了。虽然现在南极冰川也在融化，但南极洲毕竟是一块陆地，足以给北极熊长期立足。有不少网友也赞同这一观点。当然，这样异想天开的想法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反对。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种生物贸然闯入另一个不同的生态圈里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澳大利亚野兔，在被引进澳大利亚后，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迅速繁衍，导致对澳大利亚原本生态系统急剧破坏，甚至导致土地沙漠化。北极熊也是如此。作为北极最具威胁的大型肉食动物，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海豹以及鱼类等，成功率大约是5%。但是如果北极熊到了南极，由于企鹅的移动非常缓慢，捕猎估计成功率会达到100%，就像开了自助餐厅，将会对企鹅在南极的生存带来灭顶之灾。此外，北极熊也有可能将北极地区一些病原体带到南极，造成疾病的蔓延，破坏南极生态平衡。总而言之，北极这片被冰雪封存千万年的地球净土，不仅是北极熊、海豹等万千生灵延续千年的家园，更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命题。21世纪的大变局中，是重蹈零和博弈的覆辙，在狭隘的地缘算计中撕裂合作根基，还是以超越时代的智慧将挑战化为共生的契机？真正的文明高度恰在于此。唯有摒弃分蛋糕的内卷困局，以命运与共的胸怀携手开拓，才能有可持续的未来。北极的明天不应在哪一国的旗帜之下，而在于全球各国能否以谦卑与远见，在这片白色荒漠中种下希望的种子。最后要特别感谢一直以来点赞投币支持的小伙伴，尤其感谢在停更期间充电支持的小伙伴，分别是 Andy Joe 922、归宁33、Billy 6、5637、916、396、Titoyanovich、小白兔糖、Young Entre、乌力老师、修水管老林、悠游的大自然纵队挺进前线，以及油管上的陈文俊，再次感谢。欢迎关注简易指南，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有缘与你同行，下期再会。